关丽丽是上海一家小型金融公司人事部的 HR。2023年7月份的一天，她在公司的工作群里无意间看到已经离职的员工王某某发的一张离职证明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张离职证明加盖的公章不是他们公司的，但离职证明上显示的入职日期和离职日期却与王某某在丽丽公司的入职日期和离职日期非常的接近。也就是说，王某某错发到公司工作群里的离职证明显示的入职和离职的这段时间，王某某在丽丽他们公司也正处于在职状态。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被大象已经绕得有点晕了？其实此时的丽丽也是有点蒙圈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事情貌似没那么简单，但她也怕是自己搞错了，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再说了，这位前同事已经离开公司了，如果由于自己的原因搞点什么意外状况出现，自己也平添了很多麻烦。丽丽把这位前同事发的离职证明偷偷的保存了下来，并有意识的在网上查到了离职证明上显示的这家公司人事部门的电话。丽丽心想，别是自己多心搞错了，打个电话问一下也是心安。如果要是真的有问题，再把情况汇报给他们老板也不迟嘛。于是丽丽把电话拨了过去。喂。就在丽丽与对方公司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的时候，对方工作人员也大吃了一惊，再三核实后确认离职证明上的王某某在丽丽公司任职的这段时间里，在对方公司也是在职状态。更让丽丽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丽丽还在迷糊中想要挂断电话的时候，无意间多问了对方一句，和王某某一起离职的还有其他人吗？电话那头的小哥哥脱口而出，还有他们部门的主管和其他5个人。此时的关丽丽呵呵了一句，几乎和电话那头的小哥哥异口同声地说道：遇到骗子了。确实，关丽丽和电话那头的小哥哥没有猜错，他们2家公司确实是遇到了骗子，而且是同一伙骗子。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伙骗子不单单只是入职了他们2家公司。根据后来警方破获的案件显示，这伙骗子中有一女子1个月同时供职了16家公司，短短3年，她用骗来的钱在上海买了1000万元级别的别墅，同时在各个公司间上班代步的汽车也都是100万级别的豪华汽车。故事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和大象一样有点晕了？朋友们，这些犯罪分子是怎么做到的呀？先不要说16家公司如何正常打卡上下班，就说这些人是如何被这么多家公司同时录用的，录用后的社会强制保险又是如何购买的，他们又是如何在多家公司之间自由穿梭不露馅的呢？看完这期节目，相信你会和大象一样不由得感叹，同学们呐，不是工作没得找，只是你的格局太渺小的啦。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要解开以上疑问，我们需要把时间调回到今年年初的2月份，上海沈总的金融公司引进了一个新的投资项目，需要招聘一批专业的销售人员。丽丽根据沈总的要求，很快的在合作的招聘网站上发布了招聘信息。根据丽丽的回忆，丽丽说，招聘信息发布的第2天，就有一个叫做洪凯的男子直接来到公司前台要求面试，当时就是丽丽亲自接待的洪凯。丽丽说，洪凯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今年31岁，出道比较早，在金融行业已经做了8年了。洪凯的口才非常好，给丽丽的印象就是非常能说，是个做销售的样子。丽丽没敢怠慢，就让洪凯在会客室里稍作等待，丽丽就把对方请进了沈总的办公室。沈总在与这名叫做洪凯的男子简单交流后，沈总很快发现眼前的这位男子与自己手上正在运营的这个项目那是相当的匹配呀。沈总呀，沈总，你糊涂呀！人家洪凯那是专门针对贵公司的情况对自己的简历进行量体定做的呀，那可谓是完美应聘者。
对方不仅具备相关金融业的从业背景，最难能可贵的是，小红的手上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董监高的资源，言谈举止处处透着一股业内精英的样子。很快的，透过交流，沈总发现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不仅工作能力突出，还是自己的老乡。洪凯表示，只要沈总相信他，他可以直接承包沈总手里的这个超过2000万的项目。急需用人的沈总也没犹豫，当场就与洪凯敲定，洪凯本人作为项目的带头人，底薪3万元，20%作为项目完成后的提成。另外，由洪凯带队并组织其他8名销售人员一并入职公司。就在洪凯与其他8人入职公司1周后，人事部的丽丽找到了洪凯，明确告知对方，按照国家劳动法的相关规定，需要洪凯及随同的其他8名同事提供上家公司的劳动保险关系转到现在的公司，否则公司没有办法继续交社保呀。如若被劳动局查到，还会被罚款的呀。对此，洪凯一口答应会尽快办理。但半个月过后，丽丽发现洪凯整个部门的9人还是在社保局无法查到相关的社保关系。此时，洪凯回应说，这个月的社保由上家公司已经交纳完成了，下个月再由公司交纳吧。丽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把事情迅速的反映给沈总。此时的沈总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其实，沈总更关心的是洪凯手上项目推进的进度。根据公司的打卡日志显示，自打入职后，洪凯他们整个部门除了参加例会，从不打卡上班。但工作日志却又显示，他们每天都在外面跑客户。刚开始的时候，沈总并未在意，销售岗位的工作性质确实也要求他们在外面开发业务，不能总是蹲在公司吧。但时间过去1个月，依据合同的约定，团队的基本工资和其他外事费用都已经按时发放了，但洪凯的部门却迟迟没有一个客户签约。2个月过去了，工资发了20多万，洪凯承诺的业绩依然没有半分起色。事情发展到这里，沈总似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呀。自认倒霉之下，却也别无他法。就在丽丽给洪凯他们一行9人办完离职手续的第2天，就发生了节目开头丽丽给离职证明上的另外一家公司打电话核实情况的那一幕。自知被骗的沈总迅速向浦东警方报了案，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涉及数百人的职业骗薪团伙浮出水面。根据警方调查的结果显示，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资源丰厚的金融业界精英分子洪凯，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当过中介，卖过保险，就是没有他所谓的董监高的高质资源。但很奇怪的是，就在这2年，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显示，平均每个月都有10多家的企业主动给他们发工资，工资金额从几千到3万元不等，时长最短的1个月，最长的也有小半年了。经侦总队的探长郁家华介绍说，这些人的银行收款特征都很明显，都是1个月到几个月不等，基本上都是发完工资之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警方通过资金穿透后和对各企业间的资金流向对比后，可以认定这伙职业骗薪人和企业之间绝对不是普通的劳资纠纷，而是构成诈骗罪的犯罪行为。按照郁探长的说法，之所以能够确定犯罪分子的诈骗事实，是因为他们想要侵占被害公司的薪资报酬的恶意很明显，他们是事实侵害了用工单位的财产权益。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侦查员发现，骗子们选择的入职公司90%以上都是中小型金融公司。此类公司不像大型企业拥有相对比较完善的背调制度，这些小型金融公司往往受到人力和财力的影响，通常都会忽略对求职者的背景调查，基本都是骗子一张嘴，有没有能力都靠他们自己吹。甚至有些公司根本不在意所谓的背景调查，因为他们招的是销售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不太严格，只要你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即可入职。走访过程中，侦查人员还发现，超过95%以上的公司，直到骗子们收完钱，在他们公司已经办完离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了。经侦支队的侦查员通过被害公司的关联公司提供的一份在金融行业流传的黑名单，发现仅这张名单上能够确认的疑似职业骗薪者就高达260个。经过数月的调查取证，进一步梳理，2023年3月8日，浦东警方会同经侦总队对已经查证的犯罪嫌疑人实施
抓捕。当晚共计落网51人。经侦支队的侦查员蜜月告诉记者，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相当之多，单就第一次落网的50几个人就要梳理将近1000个账户，工作量相当之大。相较于我们上面介绍的1个月就职16家公司的直骗者，这张黑名单上被挖出的这对夫妻，那就是这个行业的超级大哥大了。行业里人称直骗场上的超级时间管理大师。大家应该还记得往期节目里大象介绍过的几个中外感情骗子，不管是一夜多次的张七七，还是男扮女装的钱月华，就算把日本的那个宫川龙石也算上，在这对夫妻面前，他们所谓的超级时间管理大师的称号真的都会黯然失色呀。根据浦东警方最后汇总的数据，这对夫妻全年入职的公司超过300家，妻子徐玲玲更是创造了单月入职公司28家的业内最高纪录。徐玲玲更是在他们内部的小会上相当傲娇地说过，干他们这行就是不能怕奔波。毫不夸张地说，她每天的生活不是在面试，就是在去面试的路上。根据徐玲玲手机导航记录，确实也清楚地还原了她的极限工作状态。早上6点钟起床化妆，7点钟出门，8点钟到达 A 公司打卡签到，9点多他就来到隔壁的商务楼参加 B 和 C 公司的面试。下午1点钟，他横跨半个上海参加 D 公司的例会，再到 E 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随后又到 FG 公司面试。晚上他也没闲着，他给自己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交际应酬，挖掘出新的公司资源。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钟。按照徐玲玲的说法，自己怀孕的时候都在坚持上班，去各种各样的酒会，就是让自己学习更多的有钱人的生活，让自己的谈吐更像是专业人士。啊哼，亲人们呢，是不是咱们真的要好好的翻？好吧，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徐玲玲交代说，曾经自己单月入职28家企业，夫妻2个不算下线的提成，但月均工资收入就超过了60万人民币。对，亲爱的朋友们，你没听错，他们夫妻不单单自己是职业骗新人，他们还发展了下线，收取下线的提成。由于徐玲玲选择的都是小规模的金融公司，因此她拿出那份满是高净值客户的名单，大多数老板都是舍不得放手的。多数情况下，头1个月都还可以蒙混过关，但如果遇到脾气过急的老板，或者是当老板开始催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安排上大招。通常情况下，群众演员穿戴整齐，假装自己很有钱，对他们公司的金融产品感兴趣，有意向要投资。结果呢，可想而知，也都是不了了之。群演一次几十块，有组织有纪律，经常合作，默契十足。你以为这就完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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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才是哪跟哪呀！为了最大限度的薅取企业羊毛，以徐玲玲为首的头部骗子开始玩起了单层次直销的模式，发展下线。他们招募不同层次的直骗人员，中高低层不等，不要学历，不要上班，入职露个脸，提卡收个款。但这些直骗下线们需要将工资的20%，甚至更高的50%、70%返还给徐玲玲夫妇。也正因为如此，如前所提，徐玲玲夫妻除了自己的工资以外，下线们的提成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呀。这伙人疯狂就疯狂在，本来只是一个小范围的犯罪行为，被徐玲玲夫妻之流肆意扩张到上百人。根据上海警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除6月前上海警方破获的58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之外，最近又有108名职业骗薪者被抓获，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万元，两者相加已经过亿了呀。节目最后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比今天故事本身更为荒诞的故事。直骗者告诉警察，这个行业已经相当内卷了。在面试的时候，一伙骗子发现已经入职的另外一伙也是职业骗薪者，他们会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的老板，故意让老板知道在你们家上班的那伙人是职业骗子。等老板调查清楚的时候，举报者就会带着自己的团队再次面试入驻这家公司。贼喊捉贼可还行，这可真是个魔幻的世界呀。
当骗薪也成为一门职业，人才市场中的供需关系便不再正常。一方面，骗子们霸占了大量的工作职位，但企业却没有招到真正的员工；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工作的求职者又被骗子挤占了工作岗位，使得本就僧多粥少的就业市场更加失衡。而当职业骗薪成为都市传奇，包括大象在内的围观者在感叹骗子们精妙的时间管理艺术之时，可以预见的是，这伙骗子或许正在狱中大肆鼓吹他们的富贵险中求的传奇经历。但是对于求职平台和用人单位来说，这绝对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成就骗子们传奇故事的故事。你要知道，骗子们也会从这些案件中反复学习和升级，并不断的改进行骗技术。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若道这一尺不能压在魔这一丈之上，职场生态恐难健康啊。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